嗨，James，好久不见。Amy，你好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这周怎么样？忙吗？很忙，每天都在公司加班。辛苦了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工程师，在一家 IT 公司工作。哦，IT 公司，难怪这么忙。对，你呢？最近怎么样？我也挺忙的。上周见了一个新朋友，新朋友，对，他问我你做什么工作？很正常的问题啊。是的，但是我回答以后，他的表情变了。表情变了。我说我是老师，他就说哦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可能他不喜欢老师。不是，问题是我说的不对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老师不对吗？语法没错，但是感觉不太自然。有意思。那应该怎么说？那时候我不知道，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秘密。中国人谈工作的方式跟教科书很不一样。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我是 James Gao。我是 Amy，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怎么用中文谈你的工作。通过 Amy 的经历，一起学习中国人真正的说话方式。刚才的故事，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吧？很想知道，我是老师，哪里不自然？要理解这个，我们得先从基础开始。好，首先，中文里怎么问你做什么工作？教科书教的是你做什么工作，对，但中国人不太这样说。那怎么说？最常见的是你做什么的？你做什么的，比你做什么工作短。对，中国人喜欢说的短一点，自然一点。还有别的说法吗？有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也很常见。加了一个是。对，或者更随便的说法是你干什么的？干这个词好像比较随意。没错，跟朋友说话的时候用干。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是老师听起来不自然？我问了我的中国朋友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一般不这样说，我们会说我做老师的，或者我当老师。啊，做老师的，或者当老师，对，用做或者当，不只是用是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。所以那个朋友的表情才会变。他可能觉得你说话有点奇怪。不是错的，只是不太自然。有容易理解的比喻吗？想想穿衣服，穿衣服。你可以穿很正式的西装，语法完全正确。但是去咖啡店见朋友的时候，穿西装就有点奇怪。啊，太正式了。我是老师，就像穿西装去咖啡店，很好的比喻。不是错的，只是不太适合。那我做老师的就像穿 T 恤。对，自然、舒服，适合场合。但是等一下，嗯，我觉得我是老师也可以用吧？你这么认为？对，教科书都这样教，肯定有理由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觉得两个都可以用？是的，看场合吧。有意思。我觉得只用我做老师的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外国人用我是老师，中国人会觉得有点奇怪。但是正式场合呢？正式场合，比如面试，或者商务会议。好问题，你说的对。真的，正式场合可以用我是老师，那就是看场合。对，我的意见太绝对了。所以两个观点都对。日常对话用我做老师的，正式场合用我是老师。根据场合选择，这是正确答案。谢谢你帮我想清楚了。不客气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。我做老师的这个说法，你第一次用的时候顺利吗？完全没有。是吧？其实，我第一次用的时候
失败得很惨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在一个聚会上，有人问我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想，好，我要用自然的说法。所以你说我做工程师的我说了，我做工程师。啊，少了一个的，对，那个人看着我，说什么？他没听懂。没有。我又说了一次，我做工程师。还是错的。对，最后他说，你是工程师吗？他帮你说了。是的。我说，对对对，我是工程师。那个场面一定很尴尬。非常尴尬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失败，分析。来看看哪里错了，一个一个来。好的，那从头开始。首先，你想做什么？想用自然的中文说我的工作。这是错误一。对，只记住了一半的说法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错误态呢？没有先练习，我应该在家里先说几次。对，新的说法要先练习。错误时，太紧张了。紧张的时候容易忘记。对，我太想说的完美了。错误词呢？这个可能是最大的，说错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应该马上说对不起，我是工程师。但你又说了一次错的。对，因为不知道哪里错了。那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准备不够。准备。我以为知道就够了，但其实要能用。知道和能用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这是所有错误的根源。这个分析，听众也可以回顾自己的失败，应该能看到自己哪里错了。说到这，听众里面应该也有类似经历的人。想用自然的中文，但失败了的经历。有的人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具体的问一下，你试过什么说法，在哪里失败了？我先举个例子。好。去年，我想说我在一家公司工作，结果呢？我说了我工作在一家公司。顺序反了。对，那个人笑了。哪里错了？应该是在工作，不是工作在。分析得很好。像这样，大家也告诉我们，说法说错了啊，忘记了重要的字什么的。一句话就行，告诉我们你的失败故事。肯定有比我们更有趣的故事。我来说说谈工作时常见的3个错误。跟刚才的失败分析有重叠的地方。有，首先错误音一，只用是。我是老师的问题。对，很多人只知道用是，应该用做或者当。对。错误五脉是什么呢？说法说一半。哈哈，对，我做老师忘记了的。错误13呢？工作的地方说的太复杂。什么意思？比如，我在一家很大的国际贸易公司工作。这个不对吗？语法对，但是太长了。中国人会说的更短。对，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就够了。原来如此。只要避开这3个，就会自然很多。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？3个规则。好。规则第一次，用做的或者当，不只是用是。我做老师的，或者我当老师。对，这是最自然的说法。规则丢孩呢？说公司的时候说的简单一点。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就够了。对，别人想知道更多会问你。规则10C呢？先练习几次再用。在家里先说。对，说3次5次，嘴巴就会记住，这样就不会忘记了。听到这里，感觉好像能做到。但是有一件事你可能不想听。什么？第一次用新说法的时候，一定会紧张。会紧张？没有魔法，就算练习了，
第一次说还是会紧张，很诚实。我练习了很多次，我做工程师的。但第一次跟中国人说的时候，心跳很快。我懂。怕说错，怕别人笑。好严格。但是说了一次以后，第二次就轻松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因为你知道了，我能做到。只要说一次就行。对，只是一次。知道这个就会不一样。不想听，但听了很好。只说好听的话没有意义。听到这里，我在想，应该有人觉得我的工作很特别，怎么说？有吧，我能想到几个例子。比如，我是自由职业者。好问题，怎么说？中文说我是自由职业者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更自然的说法是我自己做。我自己做。对，或者我做自由职业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在家工作呢？在家工作的人。对，现在很多人在家工作。可以说我在家办公。在家办公，好词。或者我远程工作。那我是学生，但也打工呢？这个可以说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。一边。对，表示同时做两件事。最后，我现在没工作呢。这个比较难说。为什么？中国人问工作不回答会有点尴尬。那怎么办？可以说我现在在找工作，或者我在休息。我在休息，听起来不错。对，给自己留面子，也让对方舒服。好办法。我做老师的这个说法，你记得第一次成功用的时候吗？记得。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有个不好意思说的故事。什么？我练习了很多次，我做老师的。在家里说了10次、20次，觉得准备好了。然后呢？有一天，在咖啡店遇到了一个中国人。他问你工作。对，他说你是做什么的？好机会。我深呼吸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做老师的。”说对了。对，他马上说：“哦，老师啊，教什么？”很自然的对话。对，但那时候我差点哭了。差点儿。眼睛有点湿了。为什么这么感动？从这里开始，是我真正想说的。我学中文学了3年，3年，但一直觉得我的中文不自然，语法对，发音也还可以，但总是有点怪。中国人听了觉得怪。对，他们会说你的中文很好，但我知道那是客气话。这个我好像能理解。我以为要说的完美才行，完美，每个词都对，每个语法都对，但还是不自然。对，那天在咖啡店，我用了我做老师的。那个中国人的反应很自然，他没有犹豫，没有奇怪的表情，就像跟中国人说话一样。对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中文进步了，所以才感动。对，但说实话，什么？现在也不是每次都说得很自然。什么？有时候还是会说我是老师，紧张的时候会忘记。很诚实。但以前不同的是，说错了也能想算了，下次再试，能原谅自己了。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。那个咖啡店的经历很深刻。我做老师的只是4个字，但意义很大。对，学中文不只是学词和语法，那是什么？是学中国人怎么说话，说话的方式。教科书教的是正确的中文，但生活里要用自然的中文。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中文有表达这个意思的词吗？有，接地气。接地气，好词。意思是
贴近生活，自然不做作。我做老师的就是接地气的说法。对，我是老师是正确的，但不接地气。那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学习，希望大家记住3点。第一个是用做的或当，不只是用是。我做老师的比我是老师自然。第二个，说的简单一点。不要说太复杂的公司名字。对，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就够了。第三个是先练习再用，在家里说3次5次，嘴巴会记住，第一次用也不会太紧张。记住这3点就没问题。简单，但这是本质。具体的说，从明天开始做什么？我给你一个超简单的挑战。简单的。超简单，想一想，你的工作用中文怎么说？用做的或者当。对，写下来，然后说3次。太简单了吧？因为简单才能做。试着做1周，1周后找机会用1次，跟中国朋友或者在网上用1次就会知道我能做到。不勉强的前进。对，不用着急，用自己的节奏。好，今天的最佳词汇，今天学的里面，希望大家特别记住的词有几个？精选了3个。第一个是做的，读法是做的，用来说工作，比是更自然。用法是我做老师的。第二个是接地气，读法是接地气，意思是自然贴近生活。他说话很接地气。第三个是一边一边，读法是一边一边。表示同时做2件事。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。这3个从明天开始试着用。全文稿在博客可以看，有汉字和拼音，请看简介里的链接。听到这里的人，我想说一件事。什么？听了20分钟，谢谢你们。真的，谢谢。学中文很难，每天都要练习，有时候会想放弃，但听到最后，说明你真的想学好。是的，只有这份心意就已经很棒了。只是听了也有意义。接下来，明天练习一下我做的，说3次，这就够了。练习了，就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说一句练习了就行。我们会看的。一起加油！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。为什么点赞很重要呢？因为这个频道还很小，点赞多了就能传达给更多人，想传达给同样在学中文的人。所以请点赞，还有评论。刚才问的，你说工作的时候失败过吗？还有练习了我做的报告。哪个都行，一句话就 OK。下期的话题，下期是什么？关于在中国点餐。点餐？但不是普通的点餐话题。什么意思？中国人点餐时说的话，教科书不教。什么？教科书不教？比如来一个和要一个，哪个更自然？好想知道。详细的下期讲，订阅频道就会收到通知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们。今天的话题总结一下：改变说话方式，中文就会自然。中文自然了，跟中国人的关系会更好。听起来有点夸张，是真的，我确信。到下期练习新说法，用自己的节奏继续下去。大家祝你们说出自然的中文。再见。再见。